这个应该可以讲，因为是陈年往事了就是光荣码头，现在那边很秋嘛就是那个海鹰中心。好，那个珊瑚馆还没开放珊瑚馆那边的对面有一个叫罗马大厦老屋啦然后有拉皮，然后它里头以前就有人做民宿，对不对？这不是冲突到我刚刚说的，按照你市区的正中心大概都没有办法。它好像隔了10几间，对啊，15间，那反正老大楼就是这样好后来是直接整户拿出来卖这整个案子拿出来卖，然后你就去看它房怎么那么漂亮。你一般来说你隔套要卖的不会布置成这样嘛，那你看就知道以前是在做民宿，然后怎么样被罚到受不了拿出来卖，就是这样嘛。那你拿出来卖，你下一手买方你也不能继续做民宿啊高雄曾经有过一段期间是群魔乱舞，也不止高雄全台都一样，就 AMBB 刚流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做民宿，真的是想到就来做，然后就很多乱象那你就是民宿嘛，那你就不会有了什么安全的消防啊那些东西，然后惹出了很多乱象。高雄民宿年增 11%， 全台冠军，3大合法申请条件加5到6%的投报率一次看。先说结论高雄的民宿真是越开越多嘞。如果你是在地人可能可以考虑因为你方便管理嘛。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挂画对租金有效果，有拉高租金的效果存在。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民宿增加速度全台第一。这次来讲一个新闻这个标题我念一下：国人封开民宿已近7000家，高雄演唱会加持增1成，是6都之冠。内容是这样高雄因为演唱会经济带动当地的民宿家数年增破1成，是6都增加速度最快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对照表就是高雄的民宿增加速度不但是6都里头最高的，它的平均取得成本也是最低的，就是投报率高嘛，就这样。再来我们看一下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加盟店店东林家福先生表示这个就是林店就是待会你就看到我在广告了就是那位。已开发最早的盐城埔商圈中古透天物件选择性多元，最低可能不到500万即可入手。如为屋况条件佳的零路型中古透天，总价则为1000万元左右，初估平均投报率约有 5% 到 6% 以上对自产者投资人来说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对啊，这看起来很香那如果你有自己的民宿，这听起来很对不对？不只是投报率，这个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吧九妹不是也这样吗？把东京弄一个民宿，那你在高雄的民宿很酷啊很潮啊这样。那如果你想要在高雄开民宿的话，现在看起来是不错的时机。所以你要知道开民宿的条件是什么。那我们就来讲说，如果你要开民宿的话有什么条件先说我们讲是合法合规的民宿不要去搞那种不合法的现在政府是抓得很严的不然你看因为罚很重你看这个新闻 Airbnb 非法日租可重罚200万那持续稽查遏止不肖业者现在最高已经可以罚到200，而且我听有被罚过的人讲就是第一次就9万了你要做多少你才有这个9万可以来赔9万跟6万的版本都有人讲，然后你不改再抓到是再罚让你倒就这样。而且现在检举有钱，那民众可以申请那个罚锾金额的 15% 作为检举的奖金。那我帮你算一下，200万 15% 多少？30万。我靠，你这样一年检举2间，如果不然你检举10间好了，然后你得手2间就好了。你看这个赚不赚很有吸引力，所以真的不要去冒险那我们也来讲一下现在民宿的申请规定。第一是限地申请，就是说不是什么你家就来做民宿不是，这个是有特定地区开放以高雄来说，这是每一个县市它自己的法规都不一样那以高雄来说，旗津、盐城2区全区开放，然后盐城区很小，但以行政区的面积来讲是很小的地方那这自然就是帮盐城区这边的老房子镀了一层金这样，因为你可以去做民宿。旗津、盐城，然后鼓山反正你看到西子湾那边都是属于鼓山，你还以为那个是盐城不是，鼓山区就是有哈马星地区会开放其他像是左营、冈山、凤山就是限定范围才会开放。换句话说，你的市中心是不能开民宿，你要开就是直上旅馆那用的法规什么的都不一样。然后第二个是只有透天才能申请并且它的住宅使用用途必须是住宅。如果你是工业用地的透天那也不行。
然后你的房间间数呢在8间以下，你不能隔得很变态哦，那一个透天你要隔出20几套房这样。最后你要知道，盖民宿会影响当地房价吗？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来讨论一下民宿对当地房价的影响嘛。我这是不动产的频道嘛，那先说结论，影响是间接的就我看不出有什么猛爆性的会去抬高，不太会因为民宿不会带来多少的就业人口。你一栋民宿可能就是3-5个工作人员，那甚至还是用轮的嘞，就是有一个管家，然后跑来跑去这样然后打电话通知他人才会出现，很多嘛，都这样啊。所以对当地的经济的直接提升跟刺激有限，而且民宿它不是说淡旺季，本来它就6日才有人，然后高雄有演唱会的时候爆满都订不到，平常真的都没人就这样，是个出差的好选择，真的平常跟那个演唱会之间的那个价差真的很大。那些民宿开了以后才能够容纳这些外国人或观光客啊。其实85大楼那边的外国背包客是有够多的，真的是多那明明就是一个以高雄在地人来说觉得 low 的地方就85大楼嘛，自强山路底嘛，然后什么诺贝尔可是那边外国人真的是走来走去，他们哪知道，他们就是订然后就都到85大楼去了，又是地标那就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消费，例如我们之前讲的，高雄一年的观光人数已经突破6892万人次，这里面只要有1%的人要住宿，你就有可能嘛？那这样的话，你一个城市要提供多少个房间？就69万人次的房间呢？那他如果要住的话，那娱乐不用讲，因为你都来住你要去花其他的钱吃饭当天的晚餐、隔天的早餐，当然就是在高雄在地解决嘛。这就会带来大量的餐饮的商机了，所以会间接的完善当地的生活机能，进而推高房价。只是它的推进没有那么快，不是说什么今年民宿多盖100间，明年的房价多喷10%，没有这种事情，它是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去拉高这边的房价，会长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
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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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哦，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哦，讲八卦，这个应该可以讲，因为是陈年往事了哦。就是光荣码头，现在那边很秋嘛哦，就是那个海鹰中心。好，那个珊瑚馆还没开放哦，珊瑚馆那边的对面哦，有一个叫罗马大厦哦，老屋啦哦，然后有拉皮，然后它里头以前就有人做民宿，对不对？这不是冲突到我刚刚说的，按照你市区的正中心大概都没有办法。它好像隔了10几间，对啊，15间，反正老大楼就是这样哦。好。后来是直接整户拿出来卖哦，这整个案子拿出来卖，然后你就去看他房哦，怎么那么漂亮？你一般来说你隔套要卖，你不会布置成这样嘛？那你看就知道以前是在做民宿，然后怎么样被罚到受不了，拿出来卖就是这样嘛。那你拿出来卖，你下一手买方你也不能继续做民宿啊。高雄曾经有过一段期间是群魔乱舞，也不止高雄啊，全台都一样。就 AMBB 刚流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做民宿，真的是想到就来做，然后就很多乱象啊。那你就是民宿嘛，那你就不会有了什么安全的消防啊那些东西，然后惹出了很多乱象，包含社会不是社会安宁，就是邻居大家游客在外面玩，叫吵，对不对？像我们大家电视都把它开得很大声，然后房间门都不关，然后一起 Q 来 Q 去反正就这样，然后就变成说，你在住宅大楼里面搞这个东西，或是公寓搞这个东西，那邻居就会投诉啊，就会报警，惹出了很多那种外部成本的麻烦。所以后来稽查就雷厉风行的执行下去，现在劝导了，后来就没有直接开罚了，就这样。好，那就导致有一大波以前是做民宿的，然后就丢出来卖，就只能这样。其实那个东西蛮香的呢。你看你要把它装潢成那样，你要花多少钱？然后人家就被罚到不要了就认赔就要跑掉所以他大概是取得价格，再加上装潢钱，他就要卖你。当然你买到你的下一手，你也没办法去做民宿，他就被罚。你把它接回来，你还继续做，对，就有这个现象。我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还看了一个超猛的八卦来，这个是一个新闻很屌就是有人去订高雄的民宿，然后入住的当天才发现这个超凶的凶宅这真的是我都没想到，我想都不敢想，他居然还敢做就这样，凶宅爆改成民宿好像也是一条路不得不说真的是。很大胆很有创意的解法这都有新闻见报，我念给你听。而且那个凶宅还是知名的社会案件这个都找得到东西的。高雄4天3夜，他网订高评价民宿，入住吓傻18亡魂凶宅凶不凶？超级凶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房间也是像青旅这样有上下铺的，然后看起来是交通很便利那它上面 Booking.com 我不知道是现在还在不在但是新闻截图就是说某某青年旅社位于高雄市新兴区，位置便利怎样又怎样，反正就有人去住，然后就是抵达民宿的位置之后觉得很阴森，一个大楼，然后公共空间很阴森，这样抵达房间又是重新装潢过，然后他们反正就是觉得各种不对劲，有的没的，然后就去查那个地址，在民国81年曾经发生过火灾，造成18人罹难18人罹难。民国81年很久了陈年往事。然后我还有查到是哪一个案子是高雄的花旗就花旗银行花旗饭店曾经发生过大火，然后就是18人罹难，然后后来也不知道怎样，然后就被人家赶的人拿来做成 MB， 哇，聪明，我怎么没想到话说我想到我也不敢去这样子弄这真的是很刺激你要这样弄，你干脆直接用一个主题包，对不对你就是欢迎那个灵异探险或直播的 YouTuber 来吧那你就来这里拍吧你要开24小时在那边录，你就去录了，这才是这种你硬要把凶宅爆改成 MB 正确使用方式嘛。如果真的是一个超凶的凶宅，然后你就真的是要去做他的生意，那你干脆直接把它弄成灵异探险，你爱开直播就去开，还很舒服嘞，对不对？还有冷气，还有什么在那边开直播，然后看会不会有灵动如果有的话你更红。
不要去骗人嘛，就是这样，然后把人家拐进来，然后让人家自己查到，然后你看都上新闻了，我很猛哦，这个我真的是没想到还能这样子做，厉害厉害，佩服。像这种钱就不是我能赚到的钱，你知道，我们就是胆小，我们就是不敢这样子。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